上车吧，我送你去。你上课不会迟到吗？如果你现在上车的话，我们应该都不会迟到。嗯。张老师，怎么办？堵死了。前面确实有一起交通事故，这不在我的计划范围之内。上班时间快迟到了，要不然我下车把这段堵的走过了，走过了之后我再打车去。也是一个好办法。嗯，那你下车的时候注意点安全。好。等一会儿，后面有人。不用看。摩托车盗窃一般都是用这种方式，很危险。别说，是我。张老师。哎呦，张老师在这儿堵着呢。林叔，再不走的话，这个月前勤奖就没了。张老师，那我先下去了。张老师，你等我一下。哪能走了去打油门了呢？我口角赏到了吧？抱歉啊。哎，孟律师，刚刚我不小心发生了一起追尾，你作为我的代理律师，我现在要求你全权为我负责此事。你不是有保险吗？再说现在也不上班时，我可不上班。我们的合约里面有17乘24小时，需要我帮你找到合约。哎，你干嘛你？别说，上车。你还会骑摩托？有什么事我不会？啊？请吧。怎么了？师傅。没事，只是轻轻碰了一下而已。以后有鸡毛蒜皮的事再找我，我代理费可要涨价了啊！代理费我在意吗？明年顾问不一定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听阿妹说啊，她那天撞见陆羽抱着云兰在办公室里转圈呢。哦，对了，上次咱们在公司门口看见那个是陆羽吧？应该是，但是我感觉他俩上次气氛不太对啊。所以嘛，陆羽现在来咱们公司实习，而且啊，专当云兰的助理，高级。哎，这云兰的手段可真高。你看他那猫捉老鼠、欲拒还迎的套路。哎，你还别说，咱俩真的跟他拜拜师，好好学几招。你们该学习的不止这几种吧？站住！你们有时间议论别人，还不如好好的工作。不过呢，我也能理解你们女人之间的羡慕、嫉妒、恨吧。谁让云兰比你们俩优秀？你们的确应该好好跟她学习一下，学习她的上进心、敬业，没有把任何的时间花费在说闲话上。我是在追求她，我是发自内心的，更不是你们所说的什么猫捉老鼠、欲拒还迎的手段，明白吗？谁说我没有手段？云兰，如果我没有手段，又怎么会做陆羽的女朋友呢？愣了干嘛呀？一点私人空间都不留啊！不好意思啊，云律师，对不起，没什么。我要谢谢你了。你让我无情。
亲爱的，你接受了？怎么？你要给我时间反悔吗？那肯定是不可能啊！是，我收到了。这次真的麻烦你了。好，没问题。哎，玉树。啊，对了，如果晚上方便的话，我想带当事人一块儿去。好，那咱们晚上见。玉树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有一件事情我没有经过你同意，私下做了决定，你会不会介意啊？孟律师，你不会是要开除我吧？怎么会？你是咱们公司的经理，我怎么会开除你呢？吓我一跳。这是霍启最新的一些资料。我表哥的。你上次跟我说完被表哥骗的事儿，我就找人私下去调查他。最近终于有了他的行踪，我才跟你说。你会不会觉得我有点多管闲事啊？啊，没有没有。那就好，我还怕你生气呢。没有。孟律师，谢谢你。你晚上有时间吗？我约了调查的人，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可以跟我一块儿去，因为你知道的信息多，对找人有帮助。好。刚刚他说的一样，他这套房子让他表哥骗了200万左右，而且我这边今天准备了一些资料，包括他表哥的个人信息、最近的来往的通讯记录，还有当时买房的一些发票都在这儿。大概具体情况我已经了解了，后期有什么状况再跟你联系。好，辛苦你了啊，醉。谢谢。拜拜。孟律师，今天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。今天都跟我说多少个感谢了，跟我这么客气。对于这件事儿，我说多少遍感谢，那都是不为过的。找到表哥，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。我知道，我也能理解，因为我有过相似的经历，曾经被最信任的人欺骗过。后来呢？后来我就学法律了，我告诫自己，要相信证据，不能盲目相信自己。张老师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哦，回来了。吃过饭了吗？冰箱里给你留了一些。我吃过了。今天回来那么晚，是因为又加班了？没有，晚上我跟孟律师去见了人。孟律师，孟律师这是明知故犯。劳动法有明确的规定，每天工作的时间不能超过8个小时。张老师，是孟律师帮我忙，陪我去见人的。他陪你？去见谁了？孟律师帮我找了调查员，调查我表哥的事情。今天晚上我过去，就是说一些情况和信息的。律师，如果你想用最快的方法找到你表哥，最快最有效的办法是去公安局报案，而不是用现在的这种方法私底下解决。我真的不想把我表哥送到公安局里去，但是你也不能否认，这是最有效的办法。张老师，孟律师找的那个人也挺有效的，说不定过几天就能出结果呢。他那是为了故意接近你。接近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只是不希望你空欢喜一场。张老师，孟律师很靠谱的，他在出结果之前没有告诉我，就是害怕我空欢喜一场。那结果是什么？这个是我表哥的一些资料。你都为无所谓改变了那么多，付出了那么多。如果你还不快乐的话，那我南天，我可能也不会快乐。
干杯！不是吧你？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能不行吗？真是气死我了！文天，之前国外那次喝酒，能看出来你是故意买醉。那几天是我在国外最糟心的日子，比刚去的时候还要难。在一片鸡毛的现实中，活得精彩，是我们最需要干的事儿。你这什么鬼话啊？中国土话，你最倒霉的时候，也是我最开心的时候。开心？是啊，如果你不倒霉，咱们俩也不会相识啊。算是吧。干杯！从今天开始，帮云舒找表哥的事情不劳你操心，我会帮他找。别忘了，当初是你让云舒找我帮忙去查霍启的事儿。看来我说的还不够清楚，那我现在正式的通知你，孟律师，这件事情你不必上手。不好意思，这件事情已经是我的私事，你无权决定。那看来我需要提醒你，请你不要越界。越界？是越你的界，还是云舒的界？是越你我之间的界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在你和云舒的契约结束之后再和他确立关系。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？你和云舒的关系在合同里边只是在爷爷面前才有。怎么？我私下里帮助云舒，有什么不可吗？找霍启的事儿还是让我来做吧。毕竟作为一个律师的职责，就是帮当事人解决问题。你刚刚说什么？调查？跟踪？说什么你都没听见。你之前有没有演过悬疑剧啊？给我分享一下经验。悬疑剧，我还真没有。你不是当红男演员吗？之前我们公司想给我推悬疑剧来着，后来剧本太复杂了，我就没看懂，就给推了。我还真是高估你了。说重点，你为什么要调查跟踪啊？我是想帮云舒找到他的表哥。表哥？啊，就你和云舒的月老骗云舒买房的表哥啊？请注意一下你的措辞，月老。可不是月老吗？没有他，你俩能结婚啊？不是要说重点吗？你接着讲。根据某人提供的霍启的一些资料，最近10天，霍启经常会去一个益康耐药房聚贤路分店进行消费，每隔3天去一次，而且每次消费金额几乎都一样。根据我的分析，霍启应该是受伤了。我的年年，你也太厉害了，简直就是当代福尔摩斯啊！今天刚好是下一个换药的日子，我准备亲自去蹲守，然后抓捕霍启。然后呢？然后劝他去自首啊。云舒不是不愿意让报警吗？既然犯了法，就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，这也是我的原则。作为法律工作者，我支持你，但法律不外乎人情啊。似乎有些道理。这么跟你说吧，啊，这得看云舒和原则在你心里哪一个更重要。对了，告诉你一个喜讯，我已经是你的姐夫了。长辈，以你的年纪，不早已经是老艺术家了吗？我已经正式升级为云兰的男朋友了。云兰的男朋友？千真万确。哼，果然这个云兰也只是看着层面而已。说什么呢？董哥，你赶紧去吃饭吧，今天饭不错。
行，那我先去了啊，拜拜。哎，我说你下次可少点点吧，我老是蹭你午饭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双人餐才打折啊！啊，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的话，你可以回请我呀。好啊，那下次我请你。哎，我知道有一家电影院。不行。不认识。哦。妈，这是顾潇。您今天感觉怎么样啊？您就安心养病吧，其他的事情您不用操心，啊。我真是服了你了，怎么对阿姨都那么有招，无时无刻都能进来。这个招人喜欢呢，也是一种天赋，没办法。我昨天在医院碰到顾潇了。哦，他有个亲戚最近要做手术，他一直都在忙这个事儿。亲戚？那是什么亲戚？你知道吗？亲戚就是亲戚呗，我干嘛问人家私事啊？不是。完了，我要迟到了。哎，那个，你一会儿走的时候记得帮我关门啊。哎，不是你急什么呀？你不是约的11点半吗？我想提前去顾潇公司楼下给他一个惊喜。我送你去。我刚好也顺路嘛。真的？真的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堵呀？要不你今天就别去了。因噎废食，因毒爽人，你有病吗？是啊，我要是没病的话，我会送你去约会吗？顾潇要是真的想约你的话，他就应该来接你嘛。我才没那么矫情。算了，我跑过去吧，反正前面就是顾潇公司了。师傅，我下车啊。哎，你急什么呀？哎，你的妆会花的。师傅，就到这儿吧，多少钱我300。咦，你等等我。你快点。哎，干嘛？你看你发型都乱了，正好这有镜子，你照一照。完美。哎，依依，你又干嘛？我有话要对你说。你说就说，你先放开，一会儿让顾潇看见了。那个，你说，我那个，虽然咱俩分手这么长时间了，但是我心里仍然放不下你，我不想让你再难过了。我不难过啊，我挺开心的。现在，你能不能先放开？一会儿让顾潇看见了不好。哎，不是，哪怕万一呢？万一你要是再受伤害怎么办？不行，我得拦着你。李诺，你信不信我抽你？哎呀，你别嘛，哎，那个，你能不能今天别去见他了？李诺，你要再这样，我真翻脸了。你再这样，咱俩连朋友都没得做哈。总算走了。什么？我说你可以走了，我刚才跟你开玩笑呢。你有病吧？今天？依依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不是约好在餐厅见面吗？我想给你一个惊喜呀！你看我这衣服好看吗？好看。我手机落你兜里了，手机。哦。你好，我是顾潇女朋友。哎，那个不好意思，我有话要跟他说。哎，依依，你早就知道了吧？我，你今天是来看我笑话的吧？不是啊，依依。别跟着我。云舒，抱歉，
今天晚上有点事耽误，8点到家。好的，张老师。于硕啊，有件事情要拜托你。今天我要见一位非常重要的客人，麻烦你帮我布置一下会场。这上面就是地址，你先去取一些东西，之后到了餐厅，餐厅经理会配合你。花厨酒馆福楼拜西餐厅，什么客人这么重要啊？对我们律所发展至关重要的人。好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张先生您好，您的蛋糕已经做好了，请问需要配送吗？那麻烦您帮我送一下。好的。地址我稍后发给您。好，请务必在今天8点之前送到。明白。好，谢谢。啊，你好。哦，云舒小姐是吧？对。您好，东西交给我吧。好，那个您拿好，这个看起来很贵的呀。好的，您放心。孟先生让我转告您，在这稍等一会儿，他晚一点得到。好。另外呢，孟先生今天包场了，要求我们全部清场，只留了1位服务员。等一下我会先走，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他。谢谢。好，那跟我到这边吧，请。霍启，喂，姐，晚上7点一起吃饭啊？今天晚上的话，张老师应该会在家里等我。那你们好好吃，我还要开会，先挂了。好。对了，我这几天比较忙，生日礼物过几天给你。谢谢姐。拜拜。霍启，站住！从小到大，除了我姐，她是我最亲最亲的人。我只是不希望因为这件事情而毁了她。孟律师，你来了。抱歉，云硕，有事耽误了，等着急了吧？没事没事，东西我已经交给餐厅了，布置我也布置好了。挺好的，云硕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很好啊，温馨又不浮夸。你喜欢就好。那如果现在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先走啦。
两个不同的世界为何交叉在一起？不同的旋律谱写出怎样的结局？试探着找寻沦陷的秘密，谁能分清现实与梦境？听见你的脚步一点一点的靠近，那是爱情慢慢发酵的气息。不确定的表情，放下小心翼翼，这一次是最完美的决定。生日快乐，别说。张老师，抱歉，我工作还没结束，我晚点回家。云舒，我喜欢你。孟律师，我已经跟张老师结婚了。我知道，你跟张思年有为期1年的婚姻关系，但是云舒，你不应该被这一份合同所束缚。你有权利被爱，你更有权利选择爱。可是张思年什么都知道了，在跟你表白之前，我都已经告诉他了。那张老师是怎么说的呀？他说什么，对我们不重要。这对我来说很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张老师。云舒，人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感情，比如说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又或者是感激之情。感激之情。你在最困难的时候遇到了张思年，他帮你解决困境，渡过难关。在这样的情境下，你们又举办婚礼仪式，朝夕相处，你很难不对他产生感情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种感情，它不一定是爱情。那孟律师，什么是爱情？爱情没有确切的答案，但我知道，你们之间的感情一定不是爱情。我更相信我自己的感觉。玉舒，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好好的、仔细的想一想，你跟张思年到底是什么关系。我现在真的要走了。那我送你吧。不用了。师傅，咱能再快点吗？我真的着急赶时间回家。姑娘，我这是汽车，不是飞机啊。
云舒，云舒，孟律师，对不起，刚才是我太自私了，没有顾及你的感受。爱情它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。云舒，我尊重你的感受，但同时我也尊重我自己的感受。你一年平均要换多少部手机啊？我一年。张教授，出去啊！啊，去接我太太。你忘拿手机了？谢谢你啊。快上去吧。